各位，一个多星期没做节目了啊，这一个星期啊挺忙的。一方面呢要去找新的办公室搬家呀等等啊。另外一方面呢，在找律师啊，处理一些跟我们相关的法律方面的问题啊。再加上这一个星期以来身体一直也不舒服，每天都在吃药啊，所以呢也没做节目。我给大家先汇报一下吧。我们的办公室呢，有可能一个临时的办公室，这个周就能找得到。找得到之后呢，我们年前可能就会搬家啊，所以还会有很多琐事。整个我们的节目要恢复正常啊，大概可能要元旦、春节之后了啊。但是今天呢，我为什么要专门出来做一期节目呢？因为我上周的时候，星期五做了一期节目，给所有人的道歉嘛。这期节目播完之后啊，首先是那些评论量创了记录。大概有5万多条啊！我们平时正常一期节目的评论量大概就是2-3天，如果是高的啊，大概有5-6千，这种一下子有5-6万的啊，那确实是超越了我们平时节目的许多的倍啊！而且那些留言本身确实让我们看了特别感动，所以我们就在上个星期一专门做了一期节目，叫做5万份留言啊，5万份温暖啊！我一直觉得就这些留言本身，实际上是给了我们非常大的支持和力量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一期给大家道歉的节目里面呢，有很多人给我们打赏和抖内，也包括第2个星期一我们做那一期5万份留言那期节目呢，也有很多人给我们打赏和抖内啊。这些数据啊，我们在后台看到了，还挺不少的。一方面呢，外界有很多传言说王局啊这下发了，你肯定是收了10-20万美金，有很多猜测。那呢，我觉得啊，这些猜测本身呢，还不如我自己来公布啊。另外一个方面呢，我就在想，就这些钱啊，我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很多人打赏都是说给我啊，其实我认为这钱不是给我个人的。为什么？因为我自己啊，何德何能，凭什么大家要把钱给我呢？我个人觉得，大家之所以给我抖内和打赏，主要是因为2个方面。一方面是觉得我们遭受了不公，觉得我们受到了外界不公正的对待，然后呢，由此又经受了这么多这种所谓的现在网暴啊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希望这个钱呢能够帮助我们摆脱这个困境，这是第一。第二呢，其实可能也很多人都知道，我从一开始可能就表达了，我要对这些我们面对的不公啊，我要跟他们说不，要跟他们去斗争。所以很多人可能也是基于这个因素啊来支持我们。所以我一直觉得啊，所有抖内和打赏的人呢，他们其实是在支持我做的事情，而不是把这些钱当做我个人的收入。至少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所以呢，我就在想，这些钱我不但要公布数字，而且今天我就来公布一下这些钱我们将来下一步打算怎么办，怎么用这些钱啊。这钱的数据很简单啊。就是给所有人道歉这期节目呢，所有的抖内打赏，截止到星期六是860万日元，然后星期一的那期5万份评论、5万份温暖的一期节目啊，一共有65万的抖内和打赏啊。因为现在几乎就没有什么抖内打赏，所以这个数据应该说是差不多就是最后的数据了啊。加起来一共是925万日元，这个钱呢还挺多的。但是我反复强调的是，这个钱我不会把它装到我自己的口袋里。那么怎么用这些钱呢？首先第一部分呢，我们要做一笔捐款。这个钱呢，我们捐款已经完成了，捐给谁呢？就是捐给台湾的一家罕见病的治疗基金。这个呢，实际上在我当时做那期节目的同时啊，就想到了啊，就想找一家台湾的罕见病的治疗基金来捐款。为什么呢？因为我那节目播完之后啊，包括台湾的一些舆论界也有一些微词，包括陈俊翰律师啊，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王志安的道歉呢不够真诚。为什么呢？他好像说我把这个事情啊政治化了，总觉得我给台湾的残障人士造成的这种冒犯本身呢，我没有表达出足够的歉意。那我就在想啊，我怎么能够表达出足够的歉意呢？那我语言再真诚，我再用语言来表达，给人感觉好像是也不能够表达这种冒犯嘛，表达这种所谓的因为冒犯所带来的伤害嘛。所以呢，我们当时就想到在台湾要找一家基金会来捐款。但是在台湾捐款还挺麻烦的，因为台湾多数的那些罕见病的基金会捐款都要求提供台湾的
身份证啊，或者是电话号码，我们没有。然后呢，后来就找到了一家叫财团法人罕见病治疗基金，它呢海外捐款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但是我们这个公司啊，过去呢业务形态也比较简单，我们没有开放这个海外送金，因为日本的银行啊对海外送金管得还挺严的。我们当时就申请之后呢，也需要1周的时间才能批复下来啊。我当时就跟我们的会计说，来不及了，不能用这种方式，你就直接到柜台啊，去给这家财团法人罕见病治疗基金啊，去给他捐款，电汇过去。后来呢，就几经折腾啊，我们在上周的时候，把这个100万日元的捐款终于给汇过去了。我自己客观来讲啊，这100万日元呢不算特别多啊，但是呢，我觉得它只是表达一下我对台湾的这些残障人士啊，因为我上贺龙夜夜秀那期节目啊，模仿残障人士那样的一个肢体语言所带来的这种伤害呢，表达的歉意啊，我仅此而已。我个人觉得啊，因为我觉得我实实在在拿出钱来了嘛，这种歉意的话，应该说是足够真诚了。当然，我捐这个钱也并不是说为了获得这些残障人士的，就是这个原谅啊，也包括陈俊翰律师的原谅啊。他们原谅不原谅，在我看来呢，能原谅最好，不能原谅呢，那我要把我自己的歉意啊表达的足够的这样的一个真诚吧。这是第一部分，100万日元啊。第二部分呢，我要给我们这个现在公司的员工啊发一笔特别的慰问金，因为我一直觉得在这个事件过程中间，最大的受伤害者其实不是我，为什么呢？因为我啊，说白了，我豁出去了。我讲过多少次了，中国我不回去了。所以我虽然把我的住所和电话曝光了，一天接几十个电话啊，这个住所这个曝光了以后，也有陌生人过来按门铃啊，但总体来讲啊，我觉得其实他们对我的威胁啊，你要么你就直接把我给弄死了，对吧？要不的话，其实你对我来说，其他的我威胁就没什么，因为我不怕曝光嘛，对吧？当然，从我个人角度来讲，这个住所我也要搬，因为我长期生活在一个透明的环境里头，肯定是不行。我每天出门的时候，我先左看看右看看，这种不安全感我也受不了啊。但是我觉得对我的威胁，他除非是把我一下子弄死，其他的我可失去的实际并不多。但是我们的员工不一样，他们不能失去的东西跟我比起来，那太多了，因为他们不能不回国，他国内还有父母，他们不能被曝光。一旦曝光的话，他可能不会像我这样的有承受力。大家都知道，我们公司的那个地址被曝光之后，当天下午就有人到我们公司的楼下去拍照。你想一想，如果我们这些员工被拍一张照发到网上，他可能就完蛋了，对他们来说。所以很多人一开始跟我说，只把你的公司地址曝光了，究竟对你们有多大伤害啊？但是如果你要想到这些人是在跟一个中国政府基本上现在挂了头号的这样一个关注的这么一个流亡记者一起工作，有多可怕吗？对他们来说，他们真的是冒着巨大的风险。我给大家讲一个细节，当时事情发生的第2天，因为我让我的员工和另外一个员工到公司里头去签一个协议啊，因为我们当时要做一个什么，我具体细节忘了。他们2个都不敢到公司的办公室里面去，都相约到公司旁边的一个咖啡馆去办这件事情。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恐惧到什么程度。所以我觉得心里特别不安。那作为公司的管理者嘛，怎么办呢？那我能做的啊，就是从这个打赏的钱里面给他们发一些特别慰问金。这个特别慰问金呢，就根据他们在公司的岗位，就比如说他们是不是天天到公司里头来的频度，因为有的岗位来的少，有的岗位来的多，那我就给他们发半个月到1个月的工资。这个总数呢，我们统计了一下，大概是300万，也包括我们的代表取缔役啊，因为我们代表取缔役被那个人网暴了之后，直接把照片都发到了网上，那你想想对人所造成的这个冲击和伤害有多大啊？当然，我这里要强调一下，这里头不包括我的钱，我没有领这种所谓的特别慰问金，我1分钱也没有领啊。这是第2部分300万。第3部分呢，我就要在日本啊起诉，也包括啊协助警察把这个网暴我们这个人，我们要把他绳之以法。大家都知道，网暴我那个人呢叫脱缰野狗，他现在把名字改了啊。然后呢，他把他那些网暴我们的信息都删了，但是我们第一时间都固定下来了，我们第一时间也都报警了。但是在日本呢，大家都知道这警察办事效率非常低，
而且呢，我们跟日本警察之间沟通还有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就是日本警察不懂汉语，而我们呢，日语也不太好。说实在的，日本警察对我们这些在日本的外国人之间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啊，他们本身处理起来效率啊，慢不说，有的时候也没有那么积极。我给大家讲一下，好像是1年前呢，王小山在网上就威胁我说见面就是喉咙一刀，这是显然已经胁迫罪了嘛。我当时也报警了，而且我还找了律师啊去协助我办这个事情啊。但是1年下来也没什么结果。但这一次，这个脱缰野狗，他不但网上开盒我们公司和我个人的信息，同时在他们那个语音里面还威胁要买凶杀我，这些事实我都在第一时间给他固定下来了。所以我一定要这次要通过律师的协助，把这个脱缰野狗送到监狱里头去，要把它绳之以法，同时也要发起民事诉讼，把它给我们公司所造成的这些损失，这些经济损失我们要求偿。我们简单算了一下，我们现在的经济损失至少2000万日元。你看这么多天不能做节目，然后那个办公室要废弃，我们的办公室签了7年的合同，这中间前3年是不可撤销的。如果我要搬家的话，要至少付掉前3年的合同。我们这一个演播室装修就花了这个好几百万日元，这些我们都要找律师去求偿。所以这一次，我跟我们的团队说了，我要找日本最好的律师，我一定要把它绳之以法。日本不是法治社会吗？如果要是随便开盒一个人的信息，随便在语音里头威胁要雇凶杀人，这种情况下还不能绳之以法的话，那我真的以后就会离开日本，我不在这待了。所以呢，我们这里拿出来225万日元来请日本最好的律师，要把他抓起来，绳之以法。这是第3部分。第4部分，我们叫台湾呢要发起几场诉讼。第一场诉讼呢，就是台湾有很多名嘴，在出了这件事情以后啊，很无聊，天天在网上说我这个不是网上，就是在参加台湾的电视台啊，参加台湾的那些政论节目啊，说我是间谍，说我是特务，说我是大外宣。关于台湾的这些名嘴啊，我回过头来可能会专门做一期节目，我来评价一下台湾的另外一个话题啊，这到回头再说啊。这些人，我首先要发起诉讼，把他们告上法庭。我一直认为台湾的这些新闻节目都是娱乐节目，是吧？但是娱乐也有一个边界吧？你凭什么说我是大外宣？你凭什么说我是特务？你凭什么说我是间谍？你有证据吗？你没有证据，你在电视台上你就随便乱讲，你给我造成的这种名誉的损害。我是一个公众人物，我是一个媒体人，我要靠我的公众形象来生活。他们可能在台湾说话，以为说我这样的一个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人没事儿，哪那么容易啊？所以这一次我首先要把这些人告上法庭，这是第一部分。第2部分就是台湾的移民署，大家都知道台湾的移民署啊，不是出台了一个处罚吗？要让我5年不得入境。所有的这一次啊，种种的遭遇啊的起点都是这份处罚书。这份处罚书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啊，现在台湾的移民署的网站有公告，5年不得入境。首先，这个处罚啊，它是一个选择性执法。为什么是选择性执法？我3个月之前到台湾做节目，他们不处罚；我这一次呢，上了贺龙夜夜秀，我讽刺了一句民进党，他就处罚。那些到台湾去观察的那个大 V， 他们不处罚。然后我呢，没有上电视，只是上了一个 YouTube 的节目就被处罚。那曹长青当年也上电视节目啊，也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就是那种许可证啊，他自己做的节目讲的，结果呢没有处罚。为什么我第一次被认为他们处罚，就直接顶格处罚5年？道理何在啊？实际上他们自己说的很清楚啊，民进党的新闻发言人谴责在先，陆委会给移民署发函在后，紧接着陆委会移民署当天就开闸处罚我。这不是以执政党的这种权利对言论自由的打压吗？我不会这么善罢甘休的。我们要跟台湾的移民署打官司。按照台湾的法律啊，我们首先要申请行政复议，要向台湾的移民署的上级内政部要申请诉愿。
这些天啊，我们一直给台湾的移民署打电话，让他赶紧把处罚公告发给我们，好像是前2天才发出来，我也不知道他这些天啊在干什么，是不是一直在修改这个给我的处罚公告啊？他也知道我们可能要跟他打官司吧，所以要把这个处罚公告写的要尽量的没有漏洞一点，晚了。但是我直到现在这个处罚公告还没收到，但是我们在台湾的律师已经找好了，只要我们收到这个处罚公告，我们立刻就发起诉愿，诉愿如果要是不撤销，我们就立刻起诉移民署，这个官司我们在台湾打到底。很多人都说，王局你为什么要跟中华民国的这些政府部门犟到底？人家问你处罚，这是一个主权国家的这一个基本权利，不让你进来怎么了？是吧？人家让别人进，人家让别人这个上电视啊，就是不让你上，又怎么了？因为这个对于移民机构来说，很多国家不可诉。我说这是错的。对于这一个行政处罚来讲，他首先就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吧？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法律原则嘛。更何况这件事情，民进党政府利用自己权力啊，对我进行选择性执法的证据如此之充分，为什么我们的节目下面有那么多台湾人给我们打赏？为什么有那么多台湾人给我们支持？是因为这种做法连普通的台湾人也看不下去了。但这是伤害我一个人的利益吗？不是啊。如果一个社会法治的原则啊，司法公正的原则如果破防了，他可不是我一个受害者啊，也许下一次就是你啊。所以在我看来，我打这个官司不仅仅是为了我是为了台湾的司法，因为民进党政府已经把台湾的政治制度啊输掉一次了，就我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去台湾做这些台湾的大选，我做出来那个节目，很多人都对台湾的民主制度啊充满了非常大的好感，但是就因为民进党的这一把骚操作，把这所有的好感都损失殆尽了。很多人都说，所谓台湾的民主也就不过尔尔。这是台湾的普通老百姓愿意看到的吗？这是全球华人愿意看到的吗？我想不是。台湾的民主可能也不像民进党政府操作的如此之不堪。但是怎么才能够把台湾社会的形象把它重新挽救回来？在我看来，就是台湾是不是有一个公正的司法独立的机构，能够为我这样遭受民进党政府权力打压的人能够获得一个正常的救济渠道。也就是说，民进党政府把他输掉的台湾的社会形象，我希望能够通过一场诉讼再把它重新赢回来。这就是我在台湾打官司的这个最终的目的。我想说一下，我在台湾打的所有的官司，如果有收益的话，我全部捐给台湾的罕见病的组织，我自己不拿走1分钱，律师费我来出。但是如果有赔偿，我不管这个赔偿是多少钱，我都捐给台湾的这些罕见病的组织。也就是说，我打这个官司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台湾的社会，也是为了全球华人对台湾社会的期待。所以我觉得这个官司有意义，不管这个官司我将来或赢或输，不管这个关系持续多长时间，我都要战斗到底。最后我想说一下，说句心里话，我看到这么多人给我抖内，给这么多人给我打赏，我想到的是什么？我想到的是，当我这个人呢，在因为做一个记者遇到这种政治迫害也好，也或者说现实中间的危险的好，有很多人愿意帮我包扎伤口，不是吗？当我们没有办公室的时候，有无数的人给我打电话，他说王局啊，我们这有，你有什么困难，我们家里可以住，你有什么困难跟我讲。这些人是支持我吗？不是，他是在支持我做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全球华人这么一个世界里，需要一个不依靠任何党派，不需要任何宗教组织，也不需要依靠任何利益集团的一个独立的媒体人。我就想做这样的人。我看到这些打赏，他们都是在给我包扎伤口。既然有这么多人愿意给我包扎伤口，我能做什么？我能做的就是义无反顾，拼一次。我今年已经50多岁了，我能在乎什么？我能在乎的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意义，
我早就过了那种为自己的生计而奔波的那个阶段了。我希望在过若干年的时候，人们能够想到，在这个时代过程中间，因为有一个记者被海峡两岸2个中国同时封杀，但是他不服，他要抗争，他要做一个自己的媒体人的那样的一个使命。他在大陆不能起诉中共政府，但是在台湾他起诉了中华民国政府。不管他最终获得的结果是什么，他都注定要在历史上留一笔。这就是我看到大家抖内之后，我想要做的事情吧。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各位大家给我们的打赏和抖内啊！这些钱呢，虽然说没有花在我身上，但是温暖全都进到我的这个心里了。再次谢谢大家，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